为什么这样的发力节奏给人感觉更连贯和流畅呢？一，整个发力的节奏应该是击球的同时展开身体，因为当击球时，我们可以通过左手小臂的带动，使上半身展开，让核心蓄积的力量充分释放到发力当中，这样动作才一气呵成而连贯。如果提前展开左手再去做动作，虽然看起来像是准备充分，但展开左手的同时，也意味着核心力量的过早释放。那么，整个击球发力就不能完整利用到左手展开时对身体的带动。二，你会发现他们在准备击球前架拍的位置通常较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低架拍比高架拍发力更充分。ほら、いりません。これいらない。ね、間違った動きをしないで正しい動きをしているだけで。首先，架拍放低时，拍面和手臂位置能更靠近身体核心，使重心往下沉，这样在展开身体前，核心能更好的收紧蓄力。其次，能充分利用到起跳时从下肢、核心到上肢的力量带动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力链条。而高架拍虽然提前将球拍置于高点，但同时也提高了重心，使核心力量分散，所以在发力过程中会损失部分力量传递。虽然这种低架拍的发力在男选手中比较多见，需要频繁进行跳挥这种体能消耗较大动作，但现在越来越多女选手也开始借鉴这样男子化的发力方式，通过降低架拍位置来增强核心力量，去提高击球的爆发力和稳定性。三，后退时应尽量放低你的架拍，因为当架拍放低时，重心随之降低，这样才能放松下半身，才可以在后退时步伐变得更加流畅协调，进而能更快地到达最佳击球点。而高架拍状态下，由于重心较高，后退时增加了身体的僵硬感，使得步伐的流畅性和速度会受到限制，从而影响到位时机。